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把身体挪到书桌前，翻开书，打开课程，眼睛扫过书页，知识却进不了脑子，思绪还不受控制地飘来飘去。我今天太累了，不在状态，明天再说吧。然后合上书，拿起手机，边滑手机边责怪自己不自律、没毅力，觉得记忆力和专注力都在衰退。但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，这不是大脑不灵光了，也不是变懒了，很可能是你进入了脑雾的认知疲劳状态。脑雾不是心情不好、不上进，它是大脑的注意力难以集中，信息处理速度变慢，短期记忆提取困难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全球顶尖脑力教练 Jim Kwik 在 Limitless 中说，这是由2大原因造成的。第一个是数位洪水，就是信息量超过了大脑的处理上限。神经科学家做过测算，现代人每天接触的信息量大概相当于15世纪一个英国人一整年接触到的内容。我们的大脑根本没有进化出处理这种量级信息的能力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你的前额叶就是负责专注、决策、逻辑推理的那块区域，在持续高信息密度的环境下会系统性的降级，专业的说法叫决策疲劳。通俗的说就是你每读一条资讯，做一个小决定，哪怕只是判断一条消息要不要马上回复，都在消耗认知资源。而一旦外部输入超过记忆能够处理的阈值，就会出现认知超载。大脑为了保护自己，它就会主动降低前额叶的活跃度。这也是为什么你早上还能做复杂的分析，到了晚上却连一道选择题都不想动脑子。这不是变笨了，你的认知燃料烧完了。第二个叫数位分心，洪水是被淹，被动接受信息；数位分心是被拉走，有东西在抢你的注意力。手机通知、推送、算法推荐、短影片的下一条都在打断你，不是意志力不够，而是多个工程师团队在压榨你，而且他们的绩效考核就是让你再多滑1分钟。加州大学的 Gloria Mark 教授做过研究，一个人被打断后，平均要花23分钟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专注状态。如果你一个上午被打断了10次，自己算吧。所以晚上学不进去，主要就是被一天的信息量淹了，同时还不断被各种事情打断，大脑根本无法进入深度状态。难道学不进去就无药可救了吗？听完Jim Kwik 的故事，你会对学不进去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。Jim Kwik 5岁的时候摔了一跤，头部受到重创，之后整个童年都在阅读障碍里挣扎。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他那个脑子坏掉的男孩，他自己也信了，带着这个标签长大，以为自己就成了学不会的人。因为在过去，传统神经学普遍认为，认知损伤难以逆转，人的大脑成年后就基本定型，脑部结构也不会再有明显变化。直到 Jim Kwik 上大学后，有人送给他一本讲大脑科学的书，他开始阅读，研究大脑到底是不是固定的。答案就藏在神经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发现，叫做神经可塑性。神经可塑性告诉我们，大脑不是一个定格的硬件，它是动态的网络。大脑会根据环境刺激、行为模式和情绪体验，在一生中持续重组神经连接。即使已经成年，只要持续进行专注训练，相关突触连接仍会得到强化。包裹在神经纤维外侧，负责加快信号传导的髓鞘也会增厚，一起触发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。你重复做某件事，大脑里负责这件事的回路就会变得更粗、更快、更高效。专注力不是天赋，它是一条可以通过正确方法刻意训练的回路。Jim Kwik 后来一头扎进认知科学、脑神经学、心理学和加速学习法的研究中，把研究大脑学习机制的成果变成了可操作的方法，成了比尔·盖茨、埃隆·马斯克在内的世界500强高管的脑力教练。他的使命非常明确，不让任何一个大脑掉队。这不只是一个励志故事，而是连大脑受过重伤的人，在掌握正确方法之后，都能彻底改变认知能力。所以限制你的从来不是你的大脑，而是你用的方法。我从 Limitless 这本书里总结了一个极速心流3步协议。第一步，切断数位分心。
很多人对付数位分心的做法是把手机翻过来放，或者调成静音。剑桥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都发现，只要手机出现在身边，即使已经静音或者屏幕朝下，你没有看它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会持续消耗认知资源，降低可用认知能力和工作记忆容量。你以为自己在专心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算力已经被那块屏幕吸走了。正确做法是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。如果你用电脑学习，就把所有不相关的标签页全关掉，不是最小化啊，藏在后台还是会分走你的注意力。然后做一个固定的开始仪式，可以是打开同一首纯音乐，可以是在本子上写下今晚要专攻的一件具体事。我是每次开始前泡一杯茶，因为大脑靠情境线索触发状态，你重复某个开始仪式次数足够多，大脑就会把这个仪式和进入专注的状态连接起来，形成条件反射。第一次做可能没什么感觉，坚持2周，你会明显感受到效果。第二步，清空注意力残留。你肯定有过这种体验，坐下来想学习，脑子里却不断冒出各种东西。明天的汇报，还没回的消息，周末要处理的事，这些会变成侵入性思维，挂在那里，反复打断眼前的学习。这不是心不在焉，心理学叫它蔡加尼克效应。大脑会持续追踪未完成的任务，直到它被处理掉或者被记录下来。只要这些事还开着，大脑就会一直在后台惦记它们。操作很简单，在开始学习前，拿一张纸，花2分钟把所有正在占据你脑子的事情写下来，不需要解决它们，只是写下来。这就像杏仁核传递一个确定的信号，我知道这件事了，它被记录了，你可以暂时放手了。大脑收到这个信号，前额叶就会让后台进程安静下来，工作内存释放出来，前台才能真正跑新东西。第3步，激活身体状态。很多人坐到书桌前，身体还保持着休息时的松垮姿势。从具身认知理论来看，你的身体状态直接决定你的认知状态。当你低着头、缩着肩，以低能量的姿势坐着，身体会继续向大脑传递该休息了或者没有动力的信号。内分泌系统也随之降低皮质醇的激活水平，甚至增加褪黑素分泌，让人更困，反应更慢。Jim Kwik 常说，心流不是你拥有的状态，而是你创造出来的动作。所以想进入心流，不要坐着等感觉，你需要用有意识的身体动作把自主神经系统唤醒。方法就是在开始学习前让身体动起来90秒。你可以做10到15个深蹲，或者快步走1分钟，或者跳绳，任何能让你心跳明显加快的动作都行。同时配合用于唤醒交感神经并保持警觉的箱式呼吸，吸气4秒，憋4秒，呼气4秒，再憋4秒，或者用更简单的生理性叹息，2次短吸，1次长呼。运动会触发3种物质的释放，多巴胺让你感到动力和投入感，去甲肾上腺素直接提升专注力和警觉度。还有一个叫 BDNF 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神经科学家把它叫做大脑的肥料，能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生长。这3样东西是进入心流的生化基础，实际意义上的燃料。不要再等到状态好的时候，因为状态不会自己变好，是你的行动改变状态。请你现在就把3步连起来做一次。先切断数位分心，把手机移出房间，关掉无关标签页，启动开始仪式，然后清空注意力残留，花2分钟把脑子里挂着的事写到纸上，最后动起来，90秒激活身体状态。做完这3步，你会发现脑子里的雾散了，时间真正回到了掌控之中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觉得有用请给个赞，让算法知道这个内容值得推给更多需要的人。